想到一个不是贬义的词吗？哇，好像真的没有。想不到一个不是贬义的词是吧？想不到哎，你这样突然之间问我就想不到了。我觉得我能想到的都是贬义词。讲到狗，好像就一般来讲都会讲到就是比较好，例如说有时候骂人啊，骂人的话可能就是个狗这样，狗东西是吗？对。嗨，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拉拉。这是辛巴，这是辛巴妈妈，也是我的好朋友。大家好。但是今天的视频的主角不是我，也不是我，不是我的好朋友。今天的主角是是辛巴。对，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在中国养狗这件事情。对，辛巴是我的朋友领养的小狗，它大概1岁多。多好，辛巴。好狗狗，去。它是一只中华田园犬，不过我们一般把这样的狗叫做土狗。但是辛巴看起来比大多数土狗体型更小，所以它也可能是土狗和其他狗的串串。你觉得中华田园犬和就是其他那种品种狗，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我觉得中华田园犬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基因比较强大一些，就是它不容易生病，然后不挑食，这种狗比较皮实，对，好养，好养，对，是的，我发现你家自从养狗以后，一整个，完全变了，就整个客厅全是狗的空间，已经几乎没有你的空间了，你的空间只剩下一张桌子。世宠家庭。辛巴是一只幸运的小狗，因为它以前是一只流浪狗。现在它有家了，虽然在它淘气的时候，我的朋友也会吓唬它，要吃了它。你的肉好不好吃？你的肉好不好吃？今天晚上吃狗肉火锅好吗？就吃你的狗肉火锅好不好？今天晚上吃狗肉火锅怎么样？你把你的屁眼子对着镜头干什么？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说世界上分2种狗，一种是能看得见屁眼子的，一种是看不见屁眼子的。他说就是叫 visible butthole 和 invisible butthole 2种狗，这是看得见，这是看得见的，非常的 visible， 对吧？所以你经常吓唬他说要把他送到这个狗肉馆去。你见过狗肉馆吗？或者你在哪儿？在老家，因为我的老家是东北的，然后因为延边地区就是朝鲜族地区是有这个吃狗肉的传统的，所以我们老家附近有很多朝鲜族，然后他们会就是有卖狗肉的，对，普遍吗？你觉得？最近几年很少见了，我小的时候大概20-30年前是比较普遍的，所以基本上都是小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存在，但是现在，大多数人不会把狗肉当成这种日常食物，对吧？对，是的，是的。那你觉得现在你要是在老家养它，会有风险吗？就是说有人把它偷走，然后卖给狗肉馆吗？但是它太小了，我感觉吃不到什么肉啊。对，它也不值什么钱，对吧？对，我觉得一般这种城市的宠物狗没有什么风险，对。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农村地区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对。我们在讨论什么时候吃你的话题。今天天气特别好啊，而且是周末，所以呢，很适合带狗狗去哪儿？好，所以我们现在去狗狗公园。它在尿尿，它在尿尿。
我们去哪儿呀？我们去狗狗公园。你是在打宠物专车吗？对。那你有没有试过就打普通的网约车，带它？有的时候等时间太久了，我就打普通的快车。但是我会提前先给司机打个电话，就是问他我有一只小狗，他介不介意我带它，然后我会在后面铺上一个垫子，因为有的时候它会上座位上去。然后有的司机就说没关系的，但是有的比较介意的话，我就要提前取消。哇，好先进！您这是宠物专车，所以是直接有宠物的乘客吗？可以没有的，但是这个带宠物是双向选择。那我看大多数网约车都是不能带宠物的，您这个为啥选择就是可以带宠物呢？不是都占服务费吗？都占多少呀？没有多少。没有多少，是有一个清洁费对吧？您自己就是对宠物没有什么不反感啊？有的宠物的确很大，有的家属肯定不敢带。一般打宠物专车的话要等很久吗？要看情况，就是因为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你每次都给好评，你下一次等的时间就会短。然后我每次都是一键全赞，就是这个司机师傅态度好，然后这个车里又干净，空气又清新，开车又平稳，然后我就全赞，然后下一次等的时间就会短一些，这是我的经验。我给你带垫子，看得出来他今天特别高兴啊。因为你在呀，你来陪他玩，他不高兴吗？是不是啊？虽然上海的公园非常多，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公园是明确允许遛狗的。在中国，养狗的氛围友好吗？带着这个问题，我采访了一些狗狗的主人。是宠物入园需牵绳所以现在不能放开让它玩了啊，那多可惜呀！确实，大部分人都是牵着狗绳的。对，他12岁，他叫 Jerry， 他12岁了。对，然后他没有牙齿了啊，他都已经12岁了，牙掉光了。Jerry 爷爷，芝麻糊。你真的像芝麻糊哎！他多大？他2岁半。2岁半，芝麻糊。对，他是男孩子还是？对，男孩子。他是男孩子。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叫脏脏。脏脏，他很干净啊。对。就你能不能想到一个中文词是跟狗狗有关系的，俗语也行。口不里包子。画虎不成反类犬，鸡飞狗跳，鸡飞狗跳。你能想到一个不是贬义的词吗？就是跟狗有关系，但是不是贬义的词。哇，好像真的没有，想到都是贬义的，都是贬义的。对，想不到哎，你这样突然之间问我就想不到了。我觉得我能想到的都是贬义词，就比如说有很多形容人，比如说狗腿子啊、走狗，对吧？还有什么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虎父无犬子，对吧？然后我不知道走狗屎运算好词吗？走狗屎运算是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不那么贬义的跟狗有关，对吧？那你觉得中国的现在养狗的氛围友好吗？我其实觉得不是特别友好。不是特别友好。有什么例子吗？很多地方，本来可以进小狗的地方，好像现在都不太能进了。或者本来可以不牵绳的地方，现在都必须要牵绳。比如说这个公园现在是必须要牵绳了。对，因为它之前不需要牵绳。对，现在需要强制牵绳。我觉得是应该是说在上海的话，就其他城市的话就比较没有生活过，但听起来的话，就是应该是上海应该是中国就是最友好的。
我带他走过这些城市里面，我觉得最友好的，给我个人的观感，我觉得还是成都。成都对宠物对狗很友好。对，我觉得上海还算友好。广东啊，像广州这些也不是不友好吧，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些店它可能狗就不能进啊，但上海也是有些店是狗是不能进的。对对，挺多的。公园也狗也不能进。对，有的公园不能进，挺多公园狗不能进，大多数不能进，大多都不能进。那你家附近的公园，就是能带狗去遛的公园多吗？附近的话，还可以吧。我经常带它去的地方有几家，对。然后，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选择的，对。但是通常的话，走路步行可以到的，就还是基本上需要打车。像这几年，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上海这边养狗的人多，很多餐厅或是相亲的那一种区，他们都会说，他们都会有那种宠物友好餐厅，就是我的餐厅是可以带狗进去。可是像最近，我觉得还是又开始变是说，可能不能在里面，可能要在外面。就是本来是宠物友好，后来又变成不友好。对，就是没有到那么不友好，但它也不能就是以前就是可能可以进餐厅里面然后我们就会比较喜欢带狗狗去那种可以进餐厅的嘛。然后现在就会变成是说，有一些还是会比较规定说，就只能在外面我平时遛狗的时候，或者说带它进电梯的时候，就是有陌生人进来的话，大多数人的态度是比较友好呢，还是害怕呢，还是无所谓？我觉得我们那栋楼，年纪比较大的阿姨，态度非常好，他们会跟小狗对话，蹲下来跟小狗讲话但是确实也在电梯里遇到一进来就觉得很害怕的人，或者看到小狗他就不进电梯的人。你吃过狗肉吗？我没吃过。但是我家人吃过，就家里的人，就是但我不吃，就小的时候，对。就是广东那边其实都有，就是你去过的地方，包括上海，有没有见过什么饭馆是卖狗肉的？我没见过，但是我在其他城市看到过。比如说在哪里？哎呀，好像是什么，就有点像喜乐蒂，吃螺蛳粉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广西吗？广西。你觉得在中国养狗的人和不养狗的人之间，你觉得有什么误解吗？我觉得有一个，我老是觉得，他不咬人吧，就他觉得狗一定是咬人。其实养了狗之后，你会发现，其实狗咬人是件是很小，概率很低的事情。我是从广东来的嘛，我发现上海好像还挺多，就是不捡狗屎的。看到那种应该我不知道是不是上海本地，反正就是一些爷爷奶奶的那种长辈类的遛狗，他就不会捡。我就经常看到他们都不捡，年轻人还是都是会捡的，一般。就还是会有啦。所以经常他在上头，赶紧我会捡的，就赶紧证明自己会捡很多，生怕别人误解，对，生怕人家以为我不捡上厕所以后他不捡屎，对，然后就留在那里，这种情况确实会让一部分人非常的。觉得很不文明吧，这种行为，对，也确实也跟一些狗主人有关系。对，其实我觉得真正的矛盾是一些人的不文明的行为的矛盾，而不是说这个狗本身的问题。对，所以。不知道，现在作为养狗人特别的小心翼翼，每天很卑微，可以吗？没事吧？对，能进吗？不能，好的，没关系，我走开。对，就是他不咬人，对，他不咬人，他很好，他胆子很小，对，他回来了吗？所以也需要小心。希望今天的视频能让你对在上海养狗的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是别忘了，这只是几位狗主人的个人感受，不能代表全部。而且我们聊的大部分是上海的情况，在中国其他地方养狗的体验可能很不一样。好啦，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